这话说完，突有一道沉甸甸的目光压住他的后颈，十足实像一记敲打。魏无羡回头，正对上蓝忘机浅浅的琉璃色眼睛。韩光君也好看。你，蓝景怡在旁边实在忍不住，简直想把他踹下驴去。蓝忘机双目平视，置若罔闻。那少年的耳朵又红了，干脆当成没听见。他向蓝忘机的方向走了几步，蓝忘机见他有事，也往前快走几分，两人在魏无羡的驴旁走成并肩。那少年对蓝忘机行了一礼，见蓝忘机点头，方才开口说话。魏无羡。蓝忘机说，魏无羡反应了片刻，才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。少年对蓝忘机开了口，只一句，说的有些长，蓝忘机也很平淡地答了他。他们离魏无羡相当之近，少年的那句话飘进了魏无羡的耳朵里，声音过耳，魏无羡居然没听懂他在说什么。他尚在愣怔之间，少年已经转头向他丢下一句，我字云衡，云深之云，恒久之恒。语罢，他头也不回地走到最前面去了。魏无羡，哎呀，等等，你姓什么呀？蓝景怡在旁闻言，脚上几乎绊了一下，你傻吗？他不跟我们姓，还要跟你姓不成？蓝思追阻拦道，景怡，注意言辞。魏无羡觉得好玩极了，随口接上一句，也不是没可能嘛。这下连蓝思追都说不出话来。蓝云衡走在前面的背影一僵，没忍住，回头狠狠瞪了魏无羡一眼。蓝思追叹气，莫公子，你还是不要开玩笑了。云衡多半是不喜欢的。魏无羡做事点头，见好就收，不留痕迹地将话题拽走。他方才和韩光君说的是姑苏话吗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蓝思追一愣，见眼前这位驴上公子还看着自己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满满的写着好奇，不知怎么就被拐进了对方的思路，坦诚说，说来惭愧，莫公子，我也听不懂。说完，他意识到自己被套了话，又愣了愣，一下子不知道后面该说什么。魏无羡想要发笑，努力忍住道，不应该呀，你不是族中亲眷子弟吗？你懂什么？蓝景怡在旁边嗤了一声，姑苏蓝氏从来都是教习雅音雅言，你要听姑苏话，去下面镇上听。蓝思追有点为难地说，确实如此。若说姑苏话不过是父母兄弟之间口头授受的，我没学会。言下之意是没人叫他。魏无羡没想到能说到这一层，触及旁人身世，急忙把话题绕开，干笑几声，哈哈哈，你们那儿的话好听固然好听，当真特别难学。我现在也只能听懂别人夸我好看，谁要夸你好看？蓝云衡在前面忍无可忍，又回了头。他这样一说，蓝思追也被吸引了注意。魏无羡很认真地摇了摇头，说，小郎君呐，你嘴巴快，但为何脸皮这么薄？嘴巴快脸皮薄，是要吃亏的呀。蓝云衡、魏无羡脸生的嫩，好大脾气。魏无羡觉得这小孩就要拔剑砍人，不由向旁边望了望，只见蓝思追扶额，蓝景怡望天，该是都没出手相助的意思。少年的手已经扶在背后的剑上，魏无羡丝毫不觉有危机感，又向上回看他眼睛时那般走了神，去看蓝云衡的剑。这孩子身上有些特殊的气质，剑也不似姑苏蓝氏常用的通体银白，剑鞘与柄都是沉沉的黑檀色，看起来确实凌厉了些。旁边两个小的见死不救，魏无羡用一个极别扭的姿势回头去看蓝忘机，蓝忘机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一眼前面的蓝云衡，等到魏无羡再把身子转回去的时候，蓝云衡已经把剑放了下去。被一个脸皮薄的小孩拔剑相向的危机解除，魏无羡心里却愈发觉得奇怪。蓝忘机走在后面，不可能没听到他们扯东扯西一顿乱讲。从前他斥责魏无羡不在少数，次次正言厉色，如今居然就这样忍了。在大梵山上他就觉得蓝忘机有些不一样，如今看来居然不是错觉。念头至此，魏无羡突然打了一个激灵。蓝景怡说蓝家教授从来都是雅言，为什么前面那个少年能对蓝忘机说姑苏话？魏无羡又机灵了一下，蓝云衡与蓝忘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魏无羡在路上又琢磨了3天，蓝云衡不理他，蓝忘机不说话，于是他什么也没琢磨出来。3天之后，他又哭天抢地，连人带驴被拖进了云深不知处，睡了蓝忘机的床，
掀了蓝忘机的地板，喝了蓝忘机藏的酒，偷看了冷泉里的蓝忘机，看到那人遍布背脊的界边伤疤与胸口一枚陈年的烙痕。往事疏忽来去，如落雨无声。等到他深夜里在蓝忘机身上动弹不得的时候，他打了这几天的里的第3个机灵。因为动弹不得，日前发生的事情便一件接一件从眼前晃过。他从冷泉边跑出来的时候，巡夜的少年里也有蓝云恒，瞧见这场闹剧，恨不得转身就走。那少年的眼神围在蓝忘机说都散了的时候豁然变了。魏无羡当时没有琢磨出来，是他着实缺少这种人生际遇。等到夜深人静时想起，自己也是愕然。蓝云恒虽然在大梵山上来得晚，估计也听说了不少莫玄羽从前干的好事。少年的那一眼，分明是自小没娘的可怜小孩，看到父亲新娶人过门时的绝望眼神。帐队落下黑暗旋即笼罩了封闭的空间，四角阵法牵动，隔绝营地里的种种喧嚣。魏无羡的身体埋在层桑枕衾中，呼吸发烫，背脊微微弓起，将一只手慢慢地探向赤裸的双腿之间。省略100字，他是从早上开始应的。他们驰援狼林已久，日前赢了一战，温家在此地的势力接连后撤，眼见就要撤出河东。此战得利的兰陵金氏自要与他们庆祝一番。夜里摆了酒，据说是特意从金陵台带来，每一坛都飘着牡丹香，却让魏无羡喝得不舒服，回了营地帐中也是一夜乱梦。晨间他被传令的子弟叫醒，要他前去议事，他满身是汗，终于湿透了，揉着脑袋哈欠连天地起身，就与腿间的突起打了个尴尬的招呼。外面的传信子弟一个来得比一个急，该是江城有事，等得不耐，魏无羡却根本没办法处理自己的当务之急。他年纪轻，遇到陈伯再正常不过，却从未有如今日这般，下腹像是悄然揣进一团火，内里肌肉全都拉紧了，甚至绞出一片疼痛，难受多过欲望。外间还有人在催，魏无羡索性甩了几枚符箓，将帐内隔音，这才急匆匆地用手给自己疏解了一回。然而远远不够，他去议事自是去晚了，江城脸色不好，也不仅是为他动怒。魏无羡先帐进去，许多双眼睛带着窥视看来，他扫上一眼，在座的大多是追着这场胜利而来的家族宗主，立场自战事起时便摇摆不定。这次虽说是来助阵，二暗地里必然所要颇多。江家生变，江里名义上还是后辈，一个人被一群人围着，眉角直跳，碍于最后一点面子尚未撕破，不好发火，快要把手上的指环转出了花。他见魏无羡终于来了，嘴角渐渐拧出一个笑意，转脸向他的满座宾客，满脸都是冰冷的机位。然后他们开始吵，